美国帮助中国进入了这个 WTO， 就是首先是美国提供了最惠国待遇给中国，然后呢大量的跟中国的这个合作，然后呢这个美国这样做就带动了整个的这个西欧都这样做，日本都这样做呢。实际上这儿的问题就发生在他没有能够分清楚威权主义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就是什么叫产权。在我书里我专门有一章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产权呢，这个有2个不同的概念，人权和产权是不分的。历史学家们早就有讨论，就说这个历史是重复的。徐老师，我们今天在系统的理清一些跟制度基因和中国制度以及极权主义制度起源这几个方面有关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对您接下来的这本书的阅读和理解，还有公共的讨论都有好处。所以还是得再请您讲一遍，就是您定义的制度基因的这个明确含义是什么？对，这个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基本概念。那么这个基本概念呢，什么就是当我叫做制度基因的时候，很多人会误认为这是一个比喻，就是你误认为是一个比喻呢，也没有全错，但是它其实的，它不是单纯就是一个比喻，它指的呢是这个制度的最基本的那部分的成分。那这些最基本的成分有哪些特点呢？就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些基本的成分呢，它和这个制度里边的人他们的基本利益相关。那么由于它和这些人的利益相关呢，所以实际上它为什么会成为制度基因呢？是因为它跟人的利益相关，所以人们从自己利益出发，愿意把这个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这些基本成分，他再把它再造出来。就是哪怕你的社会已经变了，哪怕你的制度已经变了，但是一些基本的成分它会又再造出来了，因为历史上曾经存在。那么这是因为它跟人们的基本利益相关。那么在经济学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描述它的办法，叫做激励相容，就是制度基因一定是激励相容的那些基本的制度的成分，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基本特点呢，就是它在这个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那么这个是能观察到的。那么这些基本的成分反复出现，所以才使用这个词汇叫制度基因。这个从这意义上讲，有点像是比喻，有点像是从生命科学里来的比喻。然后第三个最基本特点呢，就是这些个基本成分呢，它是基础，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制度的其他的成分在这个建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它也有一点像从生命科学里来的基因的概念。因为在生命科学里讲的这个基因呢，比如说这个生命科学里有一个非常基本概念叫 stem cell。stem cell 就指的那些基础的那些个细胞，然后这些基本的细胞呢，它一系列其他的细胞是在这个基础的细胞的基础上分化出来的。比如说这个卵子，一个受精的卵子，那它是最基本的那个 stem cell。然后呢，它这个以后分化了之后，仍然还有好几类的这种基础的这个细胞。那么就跟这个有点像呢，就是说这个制度我们叫做制度基因的那部分的基本制度成分，它是那个非常基本的东西，其他东西在这基础上这个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三个基本特点合在一起，就是这个我们在实证中是能够看到的这些制度基因。那么这个历史学家们早就有讨论，就说这个历史是重复的。无论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还是西方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这个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之后，在西方的大量的发展，大量的讨论说历史是重复的。还有呢，就是哲学家们，比如说黑格尔
有非常著名的论述，就说这个历史是这个重复的。那么后来马克思这个他的理论是大量的是借用的黑格尔的，所以也会讨论到就是这个历史的重复。那么这些呢，怎么去认识它？那么我们现在提出来这个制度基因的概念呢，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为什么历史会重复。而且呢，当这个历史学家讨论历史重复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历史学家说的历史重复是真的，所有的内容都会重复。人是不会重复的，地点也不一定会重复的，那么细节基本都是不重复的。但是他们说的历史，所谓的历史会重复，指的是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现象。那些非常基本的现象在重复，那这里实际上真正重复的东西是制度基因。明白。当然我们用制度基因的这个定义和思维框架吧。对。我们现在来分析极权主义制度。对。您也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对。区分极权主义制度和威权主义制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但是我们能看见很多现象现在被大家讨论的时候有点混淆，所以您专门讲一下，是为什么要区分极权主义、威权主义他们真正关键核心的差异在哪里？对，这个呢，实际上有2个方面是非常基本重要的。第一个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讲，就是威权主义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讲，这是2个不同的机制，是2个不同的制度，2个不同的机制。从科学上讲，不同的机制是应该能区别开，就是本来他们是不一样，你把它混了以后，你从科学上讲，你就混为一谈了嘛，就不分析不清楚了。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大多数的听众和观众，也许并不关心学术上的问题，也许更关心的是实际的政策问题，实际的这个走向的问题。那么讨论到政策，讨论到走向呢，这2个就实际上都是这个截然不同的。这个当这个认识混乱了之后，你就会有错误的政策；认识混乱了之后，你就会有错误的政策、错误的预见和把事情搞砸。这个具体一点讲什么呢？就是在政治学里，我举一个例子很具体的例子。政治学里有一个理论，就是这个理论在我看就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讲，这个理论实际上很粗糙，并不真的是个理论。但是呢，这个在政治学里是非常非常流传广，而且这个很多人都从事过这个讨论，这个影响也很大，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而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呢，里边的核心实际上讲的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个制度是怎么演变的。那么通常呢，人们认为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发展最终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最终都会变成就是非常普遍的。当高度发展了以后，最后你会看到是变成了民主宪政的制度。所以呢，这个现代化理论呢，从来讨论的就是这个制度和这个经济、科学技术一起发展是怎么过来的。那么这个现代化理论呢，就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呢，就是说呢，原本一个这个威权主义的制度呢，这个它可能会有助于经济在早期的一些发展。那么早期的一些发展呢，当这个发展出来了很强的中产阶级之后，然后这些中产阶级，由于他们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这个背后就有个隐含的定义。所谓的中产阶级呢，都是有私有产权的。有产。他有了私有产权以后，他有自己的利益要保护，然后呢，他也有能力保护，因为是有私有产权的。于是呢，这些人就会推动这个社会，这个继续向前变化。由于他们的推动，就使得这个政治制度从威权主义的制度变成了民主宪政的制度。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论述。这个论述呢，是早在6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然后以后非常非常这个流行。那么在西方呢，这个就超出了学术界，
就是在西方的大量的那个政策，甚至包括就是国际政治，人们都是从这个理论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关于中国，这个早在90年代，美国的制定的对华政策就是靠这个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那么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威权主义制度，那么这个只要帮助中国经济发展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个美国帮助中国进入了这个 WTO， 就是首先是美国提供了最惠国待遇给中国，然后就推动这个使得中国进入了 WTO， 然后呢大量的跟中国的这个合作，然后呢这个美国这样做就带动了整个的这个西欧都这样做，日本都这样做，那么这就帮助了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但是呢后来就发现这个反而它扶持起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这个对它有威胁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到底这个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这儿的问题就发生在它没有能够分清楚威权主义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就是当时呢人们最多使用的这个案例，或者就是帮助人做判断的这个道理，就是韩国跟台湾。对，而韩国跟台湾这都是威权主义制度，所以呢在韩国跟台湾这样的威权主义制度下，那么现代化理论应用的很好。的确这些威权主义制度呢，当中产阶级发展了以后，的确是靠的韩国跟台湾的中产阶级的推动，社会的压力，使得他们就是过渡到了民主宪政的制度，然后民主宪政的制度才使得他们能进入这个发达经济的这个阶段。但是他们错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当做了威权主义制度。那么下面我们就回来看，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和现代化理论是什么关系？就实际上呢，现代化理论呢，它没能区别，就现代化理论从来没有讨论过极权主义制度。对。那么当它没有能够区别极权主义制度和威权主义制度的时候，如果人们混为一谈，人们就会套用那个理论过来。对。但是实际上呢，极权主义制度从来不会发生的，就是自动会过渡到因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因为经济发展就会产生中产阶级产生了压力，使得它进入到民主宪政，这是不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几乎是这个按照定义，它是什么意思？极权主义制度意味着它是一个极权主义党控制的，这个极权主义党它是完全彻底的控制了社会的所有的方面，就是从产权到人权到这个整个社会的所有组织，它不允许在共产党之外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组织，它也不允许共产党之内存在任何派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理论想象的那个就是描述的那个，就是说你有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组织起来了，然后推动，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下是绝对不允许这发生的。而且他从根子上就把他们切断，就是他只要发现谁组织起来了，这个组织是独立于共产党的，那么他就认为这个组织一定威胁共产党的统治，这也是事实。是的，因为只要有独立的社会组织，只要独立的社会组织稍微有所发展，当然它会动摇极权主义制度，因为极权主义制度是不允许存在其他的这个组织的。你只要一存在一发展，当然你就动摇它了。所以呢，就是它的生存，为了它自己的生存，就决定了它必须要把所有的独立的组织都消灭掉。它把任何人公开宣扬要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一定要消灭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产权，就是在共产集权制下，那么就是完全彻底的是没有私有产权的。但是呢，极权主义是有两类，
就是一类是这个共产极权主义，一类是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这个以意识形态为这个基础的极权主义呢，它并没有真的在意识形态上推动消灭私有产权，但是它仍然是极权主义。比如说纳粹跟法西斯，在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下呢，它是名义上它有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是呢，它是极权主义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完全控制了这个社会的所有的资源，它的控制不是靠法律上国有资产，它的控制是靠的是消灭了人权，它是靠消灭了人权之后，这些法律上名义上拥有私有产权的人，但是你必须要受党的控制。就是极权主义的最基本特点就是只有一个党，这一个党来控制这个社会，然后这一个党是全面的控制所有东西，全面控制所有东西。当然，这里边的最基本点就是这个剥夺所有人的人权，就是你必须跟着这个党走。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名义上是不是拥有私有产权，实际上呢，并不能决定你是不是真的有你的那个财产的最终控制权。这个地方其实也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叫产权。在我书里我专门有一章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产权呢，这个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概念呢是最终控制权的概念，另一个概念呢是所谓的权利树的概念。而那个所谓权利树的概念是非常流行的，那个概念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个假设条件的，那个假设条件没有说出来，人们就已经就是搞糊涂了。那个背后的假设条件实际上就是这个社会充分的承认和保护人权和私有产权，是在这个条件下，人们把产权定义成一束权利，这一束权利可以分得很细很细。就是这个概念呢，是帮助人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下具体运作使用的。就是这个概念是为了运作，为了签合同，就是你怎么签这个产权的合同，你怎么做金融，那所谓的金融实际上就是把产权分得很细很细，然后到市场上去卖，你就是买卖产权，买卖产权的各个方面。所以呢，你用了权利树的概念。但是呢，当我们讨论一个不保护人权和产权的制度的时候，那个概念一定引起混乱。所以呢，你首先关心的基本概念是谁拥有最终控制权。最终控制权绝对不仅仅是法律上规定这个产权是谁的，最终控制权一定是由人权决定的。那么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就是老早以前，就是如果我们不追得更早，是那个 John Locke 洛克在这个光荣革命的时候，在光荣革命之前非常清楚的论述的。那么他这个基本的论述就是人权和产权是不分的。那么所以呢，他才把这个人权的这个定义就定义成了人的这个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什么是人权？人权就是财产权、这个生命权和自由权。然后人的生命本身在他看来就跟这个产权这两个是并列的。所以呢，当你这一个社会不保护人权、不承认人权的时候，那么这个实际上你这个财产的最终控制权就并不在你手里，就不在这个法律上定义的所有者的手里。原因是因为他可以使用暴力，可以使用各种压力，强迫你做他要你做的事儿。就是只要他可以强迫你做他要你做的事儿，你就已经没有产权了。这个道理在这儿。所以呢，当我们讲极权主义制度和威权主义制度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基本的差别。就是在威权主义制度下呢，它也可以使用压力，强迫你做这个你不愿意做的事儿。但是呢，在威权主义制度下呢，就是它没有这个法理，也没有这个社会能力
来消灭社会上的所有的组织，也甚至都没有能力消灭他党内的派别。这个你比如说具体例子就是国民党，就是国民党过去这个共产党那个批评国民党的时候，就是批评他的这个一个主义一个党不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说那就是批评他这个。的确就是这个40年代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是一个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一个党就是国民党，一个领袖就是蒋介石。但是他并不是真的是只有一个党，他只是说国民党是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党能够有机会变成执政党。那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从来中国都有多于国民党的其他的党存在，从来都有，而且国民党从来没有过一个法理要消灭其他的党，也没有实际的动作要消灭其他的党。当然共产党可以说他曾经要消灭共产党，对，但是其他的党都存在，就并不是只有中国并不是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其他的党存在。就是当有其他党存在的时候，哪怕因为它是威权主义制度，威权主义制度它会使用很多非常不合法的手段，非常甚至是卑鄙的手段去这个打击其他的党，但是它不能消灭其他的党。这就是他的这个，对，是打击和消灭的关系。对对对，因为共产党也会说，当时也在受各种所谓的白色恐怖，也在有国民党的镇压和打击，但是事实是，对，他没有消灭掉共产党，就是他壮大了。第一，他根本没有这个法理，他没这个目标，没有这个法理，第二，他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跟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连政治学家都很多的就是没有努力认清这之间的这个截然分开的界限，就是这个截然分开的界限，就决定了这是两个不同的制度。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极权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一步进入这个，就是当经济发展了以后，一个极权主义制度直接进入民主宪政，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它必须是极权主义制度先要解体，然后才谈得上后面发生什么。因为只要它不解体，就意味着其他党不能存在，其他的社会组织不能存在，没有公民社会，然后这个没有公民社会，没有人权，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上这个民主宪政的。就是当我们讲产生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是公民社会，是私有产权，那你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就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私有产权，哪怕它有名义上法律上的这个定义的私有产权，但是它最终权力不在人手里。这个当它不在这个人的手里的时候，不在个人的手里的时候，这些个人根本就没有能力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产权和人权是不能分的，就是他不能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他怎么能讨论他的产权呢？就是这个产权这个东西是需要保护的。当然有的人可能会提出一条这个质疑来，这个质疑就是说这个你在世界上是不是存在任何地方有这个完美的保护产权的制度，是不是有任何一个国家它保护这个人权，保护人权是完美的？那么这个其实这个道理是这样，无论是民主制度、宪政制度，还是对人权的保护，世界上都不存在完美的。但是呢，它存在原则，就是你的制度在原则上是保护人权的，还是不保护人权的？你的制度在原则上是不是宪政？宪政的意思就是权力是分开的，权力是互相制约的，没有任何一个权力能压过所有其他的权利，这就是宪政。那么你的原则上是不是宪政的？然后这个民主实际上只有在宪政的条件下才有民主，在不是宪政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民主。那么所谓的宪政，所谓的保护人权，实际上它远为更是原则和更是
制度的基本构建。就是当你有了这个基本的制度的构建之后，人权的保护是靠人自己，这个宪政的这个维护、宪政的运作，实际上是靠人自己。那更是就是一个架构，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或者说比赛的赛场，是人到那上面去斗去，是人互相是斗的。所谓的斗，意思就是你到法庭上是要辩论的，你要费很大的力量是要上法庭的，然后你是要组织社会压力的。没有社会压力的时候，别人会压你，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就你的社会是不是给你提供了这个条件，使得人们可以在这个赛场上能跟别人比赛，就是能组织起来保护你自己的利益。那么如果都不需要组织起来保护了，你管那叫完美，那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的利益的保护一定是靠人自己去奋斗的。那既然他需要人自己去奋斗，当然他就不是完美的。所以呢，这个当我们讲这个人权，讲这个民主宪政，实际上这都是这个最基本的概念。那么当我们讲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差别，实际上呢也仍然是落在这个地方，就是极权主义是绝对不允许任何的社会组织存在，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组织起来保护你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大规模的抓捕这个律师、维权律师。那么维权律师当他的人数大了以后，一定动摇极权主义制度。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要成群的抓捕这个维权律师，要把维权律师这个社会现象消灭掉。因为只要这个现象存在，它就动摇极权主义的这个基础。而威权主义制度不存在这个现象，就是威权主义制度，比如说这个如今的俄国是威权主义制度，那么它也是相当的恶劣。它可以使用暗杀的手段，可以使用各种的这个威胁的手段，但是呢，它仍然存在着成群的这个反对派、成群的反对党，然后这个媒体、律师都是那个公开的活动的。那么你极权主义制度下就不是这样，就是把他们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呢，它就是有这个能力，能把你们彻底的消灭掉。